夫君心纳的妾室是个穿越女，她开口闭口全是新潮思想。进门第一天，她喊着要一夫一妻制，夫君就再没进到我房里半步。后来她又说吵吵嚷嚷着要人人平等，夫君二话不说把她抬为平妻。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或者疾苦，我穆云章愿娶白婉莹为妻，此生不弃。直到一次设宴，我跟你们说，旧思想就是阻碍时代发展，封建帝制早晚都会被推翻。夫君，我们要做这个。各位见笑，他喝醉了，胡言乱语的。我没喝醉。推翻帝制，我们就可以获得人人平等的自由。但可惜无晚了，大不敬言论已经传到皇帝耳朵里了。舒月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。婉莹口无遮拦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上面让婉莹去宫里回话。她不懂我们这个时代的规矩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你替她去吧。夫君3年未踏足我的房门，今日过来却是让我替婉莹进宫顶罪。舒月，说到底你是当家主母，平时没有约束好妾室言行，理应去回个话。舒月，只有你去，我才能放心。况且我已经回禀宫里，马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我不。舒月姐姐，你身边也没个丫鬟，这次进宫就让小翠跟着你一起去吧。这样既能照顾姐姐，也免得让陛下看了笑话。什么照顾？分明是想监视我，生怕我把真相供出来罢了。舒月，快去吧，别让陛下等久了。与其整日看着他们恶心的样子，倒不如去宫里走一趟，哪怕这是条黄泉路。陛下正在处理国事，穆夫人请在此等候。有劳天使了。小翠，替我倒碗热茶。摆什么当家主母的块儿？我主子才是幕府当家人，你只不过就是来顶罪的。待会儿你可不要胡乱攀扰，否则要你好看。还真是又蠢又坏。白婉莹让你跟我进宫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把你当做弃子了。你倒还是不倒？马上就是要死的人了，还这么多事。夫人，请喝茶。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打狗还要看主人。要不是这次需要你进宫顶罪，穆大人连半句话都不会跟你说。穆家规矩就是这样教下人的吗？原来穆家有这种以下犯上的规矩，那有人说出推翻帝制的话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奴婢不敢，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都是夫人说的。陛下息怒，是臣妇妄言。苏福德，把东西拿来，看了再说话。前脚哄我入宫，后脚就急不可耐地与我撇清关系。朕问你最后一遍，那些话可是你说的？夫人可别忘了大人的嘱托。回陛下，是臣妇的妄言，臣妇甘愿受死。朕喜欢你的妄言。顾淑月，留在宫里，做朕的贵妃吧。若你愿意，朕立马拟旨，可好？穆家人，我再也不想见。入宫为妃，也算是个出路。好，夫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可是已婚的。来人，穆家奴婢以下犯上，没有规矩，拉出去杖毙。是。我不要，陛下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朕即刻命人将昭华宫收拾干净。皇上，臣妾想回府收拾一下细软，有些东西臣妾必须带走。好，那朕今晚在昭华宫等你。舒月姐姐倒是真沉得住气，从宫里回来居然不发一言，也不向云章哥哥汇报。府里都是你的人，我不说，你不也马上就知道了？小翠呢？怎么没跟你回来？我问你话呢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不懂规矩，被宫里发落了。
很意外吗？小翠的结局不是你早就意料之中的吗？顾书月，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穆家主母吧？实话告诉你，云章已经写了休书递到宫里，现在这个府里，我说的话才是规矩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小翠呢？是不是被你发卖了？你不信，那便等一会儿宫里来人，自会说明一切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你手里什么东西？让我看看。白婉莹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何必抢我东西？你的东西？这府里现在没有你的东西。原来是只白瓷玉兔啊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嘛。你这么护着，该不会是哪个野男人送的定情信物吧？你还给我！知道自己被休了，迫不及待地拿出信物要与人私通。白婉莹，赶紧把白瓷玉兔还给我！顾书月，你怎么还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？一个被休了的妻子，在你们这个时代比狗还不如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，才肯把白瓷玉兔还给我？你要真想要，麻烦摆出求人的姿态来，跪下求我，或许我会考虑一下还你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那我只能……好，我跪。顾书月，原来看人跪着是这种感觉啊！从今以后，在我面前你就只配跪着。现在，可以把白瓷玉兔还我吗？好啊。不好意思呀，我失手了，姐姐原谅我吧。顾书月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凭什么在我之上？还想跟我摆脸色抢男人，你配吗？一只破玉兔，你越是在意，我就偏要毁了它。你敢打我！白婉莹，是你欺人太甚！顾书月，你放肆！婉莹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云章，我的脸好疼。顾书月，你为何要打婉莹？是他摔碎了我的玉兔。就为了这个破玩意儿，你居然打人！穆云章，你难道忘了我刚入府时就告诉过你，这个玉兔对我来说很重要吗？夫君，我自幼便是孤儿，这白瓷玉兔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这玉兔看上去做工并不精细，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这是一位贵人所赠，或许在未来能保穆家还有你我一命。那夫人可要好好收起来。这是那只贵人所送的玉兔，一个玉兔而已，哪有这么夸张？你可知他是？云章，姐姐冤枉我，我只是来问一问小翠的下落，她就跟疯了一样要打我。推搡之间，是她自己失手打了这玉兔。你血口喷人！我知道书月姐姐你心里有气，见不得云章太宠我了。可云章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穆家着想。书月姐姐跟你是夫妇一体，自然也应该为穆家牺牲嘛。顾书月，你看看婉莹，婉莹一个有现代思想的人，能够接受你的存在，还能委曲求全的为我、为穆家考虑。再看看你，只是去宫里回个话，就无缘无故回来发疯，如此自私善妒，不配为我穆家主母。我已经拟了一封休书，既然不想在穆家待，我便放你离开，你自去吧。先把手伤包好，别化了脓。不必了。等等，云章，我记得书月姐姐无父无母，她就这么出了府，怕是不好讨生活。不如让她留在府里做我的丫鬟吧。云章，我记得书月姐姐无父无母，她就这么出了府，怕是不好讨生活。不如让她留在府里做我的丫鬟吧。刚好小翠这丫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好，就依你。既然婉莹如此大度，顾书月，你就留下来吧。不必。书月姐，你就这样出府不妥吧？你这个年代的女子地位卑贱，无兄无父无夫，想讨个生活，恐怕只能去勾栏瓦舍卖笑卖肉吧。不可！顾书月，就算我休了你，你也不能给我们墨家丢人。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在府里待着，伺候好婉莹，直到老死为止。穆云章，我们夫妻情分早就尽了，今后我过什么日子都与你无关。书月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嫉妒我对婉莹的独宠，可她跟你不一样，可不是这个时代的女子，且她入府晚些，又对这里不熟悉，我理应多照顾她。你留在府里做她的贴身侍女，我若心情好，还是可以宠幸你。顾书月，你简直疯了！先欺负婉莹，
现在居然敢打我！是你太无耻！来人，抓住他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他离开房门半步！放开我！抓住他！莫云章，你我已无瓜葛，你没有资格软禁我！放开我！顾书月，你就因为我让你替婉莹进宫了一趟，就对我心生怨怼、欲擒故纵？我劝你安分些，我还能给你一口饭吃，否则你就只能在这里等死。我劝你现在放我走，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云章，看来舒月姐是铁了心要出去给穆家丢人，必须给点教训才行。你说的对，婉莹，你现在是穆家的主母，他现在是穆家的奴婢，就交给你来处置吧。是，夫君。来人，取一盆炭火来。舒月姐姐，刚刚夫君担心你手化脓，我一直记在心上呢。你们侯府消毒手段实在匮乏，稍不留心伤口就会发炎感染，危及性命。这炭火有杀菌的作用，舒月姐你就暂且忍受一下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穆云章，你当真放任他这么对我？舒月姐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不然手化脓了，怎么伺候人呢？大人，宫里来了消息，皇上新封了一位淑贵妃。淑贵妃，顾舒月。夫君，难不成新封的贵妃是她？难道顾舒月是新封的淑贵妃？想什么呢？当今圣上怎么可能封一个被我玩过的弃妇？她只配在幕府做个洗脚座。也对，你们古代最看重贞洁身，她无德无才，皇上是绝对不会看上她的。你们继续。陛下册封贵妃与我幕府无关，你下去吧。可是，穆云章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。舒月姐，你再忍忍，这消毒可是个精细活儿，不能有一点马虎。顾书月，婉莹也是为了你好。哎呀，姐姐这伤口看着还没消毒干净，你们把她的手直接放进炭盆里吧。是。舒贵妃，您收拾好了吗？千万别误了进宫时辰。夫君，我没听错吧？门外喊的舒贵妃是她吗？不可能，她是进宫替你顶罪的。以我对皇上的了解，听到那些话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穆云章，你真让人恶心！你把我送进宫去，我却被皇上看中，封为了贵妃，这是事实，你不信也得接受。你怎么可能被皇上封为淑贵妃？你比皇上年纪还大，皇上怎么会看上你？顾书月，你居然借此机会勾引皇上，你忘了自己有夫之妇的身份了吗？你不是进宫前就将我休了吗？休书还是亲自派人送到皇上面前，皇上亲自递给我的呢。那又如何？我休你是怕你连累穆家，但你进府这些年，我除了纳婉莹一个为妾，我自认为待你不薄，你怎能不守妇道背叛我？我当初到底是怎么会觉得他是个可以依靠终生的男人？穆云章，你明明知道进宫顶罪的后果，还执意让我入宫。如果不是皇上改了性子，我此刻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。还有这双手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被生生烫伤，这就是你说的待我不薄。况且你写下休书在前，就算我勾引了皇上，也与你无关，何来不守妇道？何来的背叛？书月，你拒婚好吗？书月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宫里的日子并不比幕府好过。只要你明确表示拒绝，皇上不会强人所难的。书月，你想想我们以前那么恩爱，春天我们一起酿桃花酒，夏天一起赏雨作诗，秋天伴着桂香满园弹琴相和，冬天你还会迎着初雪为我跳舞。休书只是权宜之计，我现在撤回休书，
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吗？送上门的荣华富贵，我为何要拒绝？既如此，穆家毕竟收留了你7年，不指望你能知恩图报，只求不要倒打一耙。还有，婉莹毕竟是穿越而来，很多规矩还不懂。原来他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怕了。舒贵妃，陛下还在等您呢，您收拾好了吗？需不需要咱家来帮你一把？舒月，穆云章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陛下，舒贵妃回来了。臣妾参见皇上。以后与朕单独相见，不必多礼。快起来。多谢皇上。这是穆云章做的，岂有此理！你放心，我会让穆家付出代价。皇上，都已经过去了，臣妾不想再与穆家有任何的瓜葛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善良，所以才总受人欺负。不过要是没有这样的你，就不会有如今的朕了。舒月，从今天起，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。朕要为你大办宴席，让6宫百官同贺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臣妾本就是嫁过人的，如今得居贵妃之位，不想太过张扬。既如此，那就简单操办一下。苏福德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。是，陛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您和贵妃娘娘该歇息了。朕不会勉强你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这样的日子似乎也并不比在穆家难熬。奴婢喜儿给舒贵妃请安，今日是重阳宫宴，陛下命奴婢前来给娘娘梳妆，请娘娘更衣。今日是重阳宫宴，让御膳房多准备些重阳糕，一会儿可以让各位女眷们带回去。回娘娘，奴婢已经吩咐过御膳房了。那便好。舒月姐姐，别来无恙啊。不对，舒月姐姐现在是贵妃了。舒贵妃金安，入座吧。装模作样的给谁看呢？整个京都已经传遍了，皇上新封的舒贵妃根本不得恩宠，封妃一事比常在的都寒酸。你费尽心思勾引皇上，没想到会备受冷落吧？穿成这样，连个像样的金钗都没有。顾舒月，从前在穆家，你拢不住云章的心，现在在宫里，皇上的女人更多。你呀，等着老死宫中吧。在你眼里，金钗宝石就算像样的东西，殊不知，德行和才能才是立身之本。你就嘴硬吧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怀了云章的孩子，现在整个穆家都在等我肚子里的嫡子出生呢。那，恭喜穆夫人了。顾舒月，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真叫人恶心。你嫁入府中多年未孕，心里恐怕嫉妒到发疯了吧？婉莹，小心！舒贵妃，婉莹刚有了身孕，请你高抬贵手。毕竟，我许久没有过孩子了。3年前，我跟他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可惜没能生下来。顾舒月，我可是新时代的女性，只奉行一夫一妻制。我和云章的爱情里容不下第3个人，我劝你早点退出，离开穆家。婉莹，我才是夫君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没有资格赶我走。那又怎样？不被爱的才是第3者。到底谁才是第3者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不想与你争吵，让开，不许走！别以为你怀孕了就可以抢走云章，我绝不允许除了我以外的女人生下孩子。好痛！我的孩子！夫君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我的头！婉莹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！舒月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
来人，找大夫！夫君，别走，救救孩子，救救孩子！那一次，他请了宫中御医，照顾了白婉莹3天3夜，才想起来那天受伤的还有我。没有关系，只有质问我为何明知怀孕还要找白婉莹的麻烦，甚至只字未提那个没能来得及到这个世界上看一眼的孩子，还有我不能再生育的身体。听说你在宫里过得很不好，舒月，你可后悔当初决定？放肆！慕云章，这是臣子该有的礼节吗？别强撑着了，我知道你日子过得艰难，深宫大院你不得宠爱，又无娘家可依，就连这头上的簪花材质还不如幕府。舒月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你放肆！松开！舒月，我们大婚时我送你的金簪玉鞋，你竟一样都没有带走。7年的感情，你说抛弃就抛弃，难道一点都不念吗？穆大人，此次重阳宫宴是皇上邀请了你，并非本宫，你应当为皇上分忧效力，而不是在这里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。舒月，你不要再逞强，故作疏离了。你心里没有我，为何没有清算穆家？你明明对穆家，对我还有救济。而且，我也知道这次家宴，穆家获此殊荣，都是你的功劳。是你在皇上枕边为我助力，对不对？你可真是口是心非。退下！穆大人，本宫是皇上的淑贵妃，君臣有别，与你何来旧情？我不清算穆家，是因为你们还不足以让我费心思。顾书月，你瞧不起谁呢？穆大人，我劝你还是约束好你的夫人，不然惹恼了本宫，可没有人能替她抵罪了。夫君，你跟她废什么话？一个不受宠又生不出来孩子的妃子，能有什么根基？皇上现在抬举她，不过就是图新鲜，等到日后玩腻了，她就只能去冷宫做一只可怜虫罢了。够了，婉莹，舒月现在是妃子，你收敛些。怕什么？反正我现在身怀有孕，皇家最要脸面，他要治我的罪也得掂量掂量。你一个婢女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白婉莹，你目无君上，藐视皇威，就罚你跪在此地，直到宫宴结束。我怀孕了，你凭什么让我跪？就凭我现在是贵妃，而你只是一个臣子的平妻，人人都应该平等，你凭什么践踏我的尊严？夫君，你快说句话啊！舒月，你怎么能惩罚婉莹？你知道她不是我们这儿的人，向来不懂这里的规矩。既然知则安之，他来了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矩。穆大人要是舍不得，就不该带他来。舒月，从前的你那么善良懂事，怎么进了宫，变成这般铁石心肠模样？穆大人，本宫是皇上的淑贵妃，你纵容身边女眷，自己又一而再再而三口无遮拦，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怕是记不住。来人，割了他的舌头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好歹也是朝中要员，你只是个不受宠的妃子，我劝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的后半生。来人，将慕云章压下去。顾舒月，你敢！顾舒月，你不过是个被我休弃不能生育的下堂妇，你凭什么审判我？舒月姐姐，你善妒成性，得知我怀孕了还要让我罚跪，就是嫉妒我能生孩子，而你不能。可这不怪我啊，你与夫君成亲7年，一无所出，是你犯了7出之条，夫君才休了你的。早就听说新封的淑贵妃是别人休掉的妻子，原来是穆家的，怪不得刚刚在那里拉拉扯扯。可不是吗？穆家刚对外宣称正妻暴毙而亡，后脚这位淑贵妃行了册封礼，看样子是一个狐媚护主的。动手！不，舒月，我错了，不要！夫君，顾舒月，你敢！慕云章，白婉莹，你们还要继续放肆吗？你们的夫君都是皇上肱骨之臣，若都像穆大人这样口无遮拦，别怪皇家不念昔日情分。舒贵妃，穆大人可是工部侍郎，你即便是贵妃娘娘，不该如此公报私仇。就是后宫不得干政，舒贵妃此言行越了规矩，
我等定要向皇上参你一本，届时皇上定不饶了你。皇上到。顾书月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你居然割了云章的舌头，你死定了！我的确太冲动了。爱妃，天气转凉，发落这些人事小，受了风寒朕会心疼的。多谢皇上关心，臣妾无碍。舒贵妃低调简朴，不喜欢奢华，特地驳回了朕风光册封的提议。没想到，这份宽宏大度被你们拿来胡乱猜测。他方才一直都在门外，所以他全都听到了。她是朕的贵妃，贵妃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。以后谁在人前人后嚼舌根，不敬贵妃，穆家就是例子。臣妇们不该被流言蜚语糊弄，请皇上息怒。皇上息怒！怎么会这样？都起来吧，重阳宫宴继续。你跪下。舒贵妃让你跪到宫宴结束，你就跪着吧。皇上，我怀孕了。那又如何？你怀的又不是朕的孩子。穆爱卿，你管教无方，冲撞朕的爱妃，你可服气？臣服气，臣服气。爱妃今日受惊了，朕陪你回朝华殿。好，恭送陛下，恭送贵妃娘娘。为什么？难道舒月真的对我真的没有半分情谊了？不，我不信。舒月心里一定只有我，她只是在赌气。顾书月，我可是新时代的女性，你给我走着瞧，我绝不会输给你。请皇上废了臣妾吧。请皇上废了臣妾吧。舒月，你这是为何？皇上，臣妾有3错：一，没能办好此次重阳宫宴；二，当众与穆云章起了争执，让臣子女眷看了笑话；三，臣妾未曾向您说过不能生育之事，臣妾不堪贵妃之位，还请皇上废了臣妾吧。地上凉，快起来。舒月，朕比你想象的要知道的多。皇上此话何意？这些年朕一直都在让人关注你，你所经历的事情，朕虽不能知道全部，但也知道七八。朕只想告诉你，朕从不在意你是否能生子，朕只在意……夫人，您此次小产没能得到及时的医治，如今又心有郁结，以后恐再难生育。什么？无法生育？舒月，你为何知之怀有身孕，还要故意招惹婉莹？现在好了，孩子没了，你还不能生了。夫君，不是我招惹的他，是白婉莹推了我。婉莹不可能这么做，一定是你挑衅在先。我答应了他，从今往后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反正你也不能生了，富家子嗣便只能靠婉莹。以后我不会再来你这儿，你日后不要与他争宠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情分。当初我自以为最值得托付终身的穆云章对我弃如妇人，而高高在上的他却说只在意我。舒月，朕是你最大的靠山，贵妃只是暂时的，皇后之位才是朕真正想要给你的。他要封我为后？皇上不可，臣妾自小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幸得养母将我养大，如今又是下堂妇，还无法为陛下生儿育女，忝居贵妃之位已经惹人非议，如何能当皇后？你如今已是贵妃，若你觉得不安，不妨将你的养母接来宫中陪你。朕的母妃去世多年，你的养母也算是朕的养母。到时候你把朝华宫的偏殿收拾出来让养母住，要是不习惯，朕也可以另外赐一座府邸。夫君，你我成亲已有半年，我不可以接我养母来府上小住几日？舒月，你现在是穆家主母，你养母一家子就是粗鄙不堪的泥腿子，你是想让我穆家被人耻笑吗？可是养母对我有救命和养育之恩，
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舒月，你既然嫁给了我，那就得事事以穆家为先。你想报恩送些银子过去就是了，不要走得太近好吗？到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去看他，朕就陪你去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为何对我如此好？谁叫朕心悦你呢？舒月姐姐，可以吗，姐姐？从未想到，曾经认识的小小少年，如今却是我的二嫁夫君。皇上，臣妾想今日就出宫去看望养母，可以吗？这么急？若是不合适，那便……当然可以，不过朕得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您是一国之君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？可是朕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万一你一去不回，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桃源县离这里不远，臣妾保证最多10天就回来了，可以吗？皇上，夫君。那好吧，朕等你回来。说好了，10天后你不回来，朕就派人将你绑回来。好，小气鬼。好啊，舒贵妃，你敢拧朕！臣妾知错，皇上饶了臣妾吧。咱家侍奉皇上这么多年，从未听到皇上如此高兴的笑声。慕云章眼瞎心盲，错把榆木当珍珠。往后啊，这宫里是欢声笑语，穆家可有的瞧了。你必须把我的舌头接上。穆大人，老夫医术有限，从未听说过断了的舌头还能接上的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婉莹，你不是说舌头可以接吗？为什么他们都说不可以？为什么？没想到古代的御医都是废物，这要是放在现代，一个断舌肯定能接上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的舌头……夫人，奴婢打听到，宫里那位舒贵妃好像出宫探亲去了。探亲？她哪来的亲人？是养母，她一定是去看她的养母。她竟然还有养母，她害我颜面尽失，居然还要去探亲，凭什么？给我去查，她养母家在何处，还有她与那家人的关系。是。夫人，都打听到了。顾书月，你让我不好过，你也休想好过。爹，顾书月那死丫头最近2个月怎么没寄钱过来了？我都没钱去怡荒楼了。急什么？我顾家对她有养育之恩，只要有你娘在一天，银子就跑不了。老爷，相公公爹出大事了！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？公爹，火烧眉毛了，还讲什么规矩？你那每月送钱来的养女被穆家休了。什么？被休了？这不可能！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还不滚去后院干活！舒月打小就善良懂事，恭敬守礼，她怎么会被休？海棠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不可能搞错，传消息的人就在外面，不信你们自己问。顾舒月嫁到穆家7年无所出，善妒成性。不光如此，她还当众说出大逆不道的话，惹恼了皇上。穆家这才一纸休书把人休了。什么？惹恼了皇上？那是杀头的大罪呀！谁说不是呢？公爹相公，我们必须得跟他撇清楚干系，不然我们都得遭殃。他最好是死在外面了，要是敢回来连累我们顾家，我绝不饶他。娘娘，您的爹娘知道您如今是贵妃了，定会为您高兴的。除了养女，顾家恐怕没人真心希望我好。喜儿，这次我只是回来探亲，切记不可暴露我的身份。奴婢明白。
会的，舒月不会这么做的，你骗人！信不信随你们，到时候你们被他连累，可别怪我们穆家没提醒。都是你这个贱人，偏要收养他！我顾家要是被他连累，老子先打死你！我早说这死丫头是个灾星。你们这些年穿的用的，哪样不是靠他的银子？现在说这种话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那又怎样？顾家对他有养育之恩，他回报是应该的。就是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再说了，他要是真孝顺，也不会7年1次都没回来过。8成当初也是瞧不上我们，怕被人笑话，才拿点钱打发我们。你们，老爷，外面来了一个妇人，说自己叫顾书月，来看夫人的。你说谁？是舒月，舒月回来了。是舒月，舒月回来了。拦住他！放开我！把他带到后院关起来，不能让顾书月看到他现在这副鬼样子。放开我！我要见舒月，我要见我的女儿。公爹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要让那个弃妇进门？怎么可能？把他赶走！我们顾家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且慢，顾老爷子就这么把顾书月赶走，你们可就亏大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顾书月当初就是靠着一张脸被穆家看上，现在就算被休了，那也不是完全没用的。你要是就这么把他赶走，不是亏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想要既不连累顾家，又能有好处，给他再找个人嫁了不就行了？我听说镇上的富户张员外好像有意娶18房小妾，聘礼500两。500两？500两，他能值这么多银子吗？说不定还不止呢。你见了他就知道了。去，让顾书月进来。话传到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顾书月，等你名声尽毁，我看你还怎么当贵妃。这长相，怪不得相公说能值500两。该死的狐妹子，敢勾引我男人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娘去哪儿了？为何不见她？一回来也不知道给公爹行礼，那老太婆还说孝顺懂规矩，真是打脸呢。你是谁？她是你大嫂顾书月，你出嫁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没规矩。不过，长得倒是更好看了些。我不是来和你们叙旧的，我娘在何处？我要见她。你娘出去探亲去了，要过几天才回来。探亲？我怎么不知道娘还有什么亲戚？你一个养女知道什么？我们还能骗不成？既然回来了，那就先住下，等过2天就能见到你娘了。海棠，带她下去休息吧。不必了，既然娘不在家，那我就改天再来。喜儿，我们走。走什么走？你都已经被休了，你还想去哪儿丢人现眼啊？原来他们知道我被休的事情，如此急切想让我住下，必定是不安好心。我自有住处，放开！你最好乖乖待在顾家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放肆！你们竟敢如此对待舒贵妃！舒贵妃？什么贵妃？你说她是舒贵妃？听说皇上最近新纳了一个贵妃，宠得不得了。就你一个被休的弃妇，也配和贵妃娘娘相提并论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我配不配轮不到你说了算，但你肯定是不配。顾书月，你敢说我夫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住手！顾书月，你要是还想见你娘一面，就给我在顾家待着，否则我保证你见不到她。你拿娘威胁我，所以她不是去探亲，是你们藏了她。那又如何？你今天踏出这个门，我保证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她。夫人，怎么办？顾人此人阴险自私，顾文涛更是个白眼狼，我不能拿娘的安危开玩笑，如今也只能先屈服，再做打算。好，我留下，但明天一早必须让我见到我娘，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。爹，我怎么觉得顾书月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？
不就是当了7年的高门夫人，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很快她就会知道，她的命运只有被我拿捏的。娘娘，这顾家人怎么是这样的人，居然软禁我们？他们一向如此。如果不是因为娘在顾家，这辈子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再回来。小妹妹，你长得太美了，让哥哥亲近亲近。不要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爹，救救我！救我！文涛，她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什么妹妹？她就是个养女，又不是亲兄妹，早晚便宜别人，为什么不能便宜我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畜生？娘！你敢打我顾家的独苗？沈慈，我看你是找死！我现在就抽死你！娘！好，给我狠狠教训他们！他们如此歹毒，娘娘，我们快逃吧！你说的对，我们得离开这儿。娘，淑月，我的淑月，娘还能见到你，真的太好了。娘，您的手还有衣服，他们居然虐待你。淑月，娘不重要，你赶紧离开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娘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好妹妹，你想去哪儿啊？文涛，看在我生你养你一场的份上，你放了淑月。老婆子，我才是你亲儿子，你为什么总是帮着一个养女跟我唱反调？当初你不让我纳了顾淑月，现在她已经是个没人要的弃妇了，你还当个宝贝呢？淑月就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许你伤她分毫。老不死的！娘，顾文涛，你不能动她，她可是你亲娘。亲娘，一个没用的老废物，要不是拿捏着她好控制你，我爹早就把她休了。淑月，你快跑，不要管我，他们是对你图谋不轨，你快走！还真是知子莫若母啊！没错，镇上的张员外要娶18房小妾。顾淑月，你乖乖嫁过去，我保证这老婆子在顾家能有一口饭吃，一口水喝。要不去，就别怪我对这老婆子做什么了。顾文涛，你个畜生！大庸朝最重孝道，你如此对待自己的生母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吗？哼，这里是顾家，谁敢说出去，谁能知道？看到了没？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你一个赔钱货，以为嫁到京城富家就高人一等，现在还不是被休回来？早知今日，当初还不如跟着我呢。呸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给娘娘提鞋都不配！一个贱婢也敢羞辱我，今天就拿你先开刀！来人，给我打死他！香儿，放开我！住手！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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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把这个女人丢到一边去。你们放开她！顾文涛，你个畜生！你草菅人命，罪该万死！这是他自找的。顾淑月，你要是再不听话，下一个就是这个老太婆。淑月，是娘拖累了你，娘不能再拖累你了。娘，真他娘晦气！这可跟我没关系，是他自己撞的。那个人，顾文涛，是你自寻死路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叫你之前打我，活该被打死。顾淑月，你的婢女死了，下一个就轮到你生不如死。
娘娘，我要救娘娘。舒月，朕好想你。苏福德，奴才在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即刻备车，朕要亲自去接舒贵妃回宫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准备。放我出去，让我见我娘，否则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放我出去！都到这份上了，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穆夫人呢。我娘在哪儿？带我去见她。想见你娘就把嫁衣换上嫁去张家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她。瞪什么瞪？要不是你长了一张好脸，人家张员外也不嫌弃你成过亲不能生，这好事还轮不到你呢。这么个好事，你为何不嫁？是你白送都没人要吧？顾书月，你个贱人！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。也对，如你这般一无样貌，二无品行，简算刻薄无亲无义的人，跟顾文涛这等出生之辈倒是般配的很。你敢嘲讽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打死你！住手！公爹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是他骂我们，要打也是打他。哼，打的就是你。他的脸值500两，他的身子以后能让顾家攀上张员外。你的脸值几个钱啊？可是……闭嘴！张员外的彩礼我已经收下了，今天必须完好无损的把他送到张家去，别想耍花样。能伺候张员外是你的福气，否则就凭你一个生不出蛋的弃妇，我看谁敢要你！从我回来到现在，你们就一口一个弃妇，你们就不怕我已经2嫁，夫君另有其人，且身份更高吗？就你怎么不说你被皇上看上了？你就是皇上前阵子封的舒贵妃呢！没错，我就是舒贵妃。顾淑月，舒贵妃，难道？爹，你别被他骗了。皇上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她一个弃妇？还贵妃？就凭她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儿，连宫门都没资格进去。就是，我听我娘说，皇上性情冷淡，从不沉迷美色，怎么会看上她这么个二手货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管你有没有2嫁，没有老子同意的婚事都不作数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哼，顾淑月，你是顾家收养的，俨然你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公爹的手里。顾然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！绑起来！张员外是出了名的喜欢虐打妾室，小贱蹄子，你就等着被玩死吧！皇上，咱们还有2个时辰就到顾家了。已经第10天了，舒月姐姐，朕马上就能见到你。发生何事？发生何事？奴才去瞧瞧。啊，喜儿，怎么是你？苏天使，是皇上来了吗？快去救贵妃娘娘！你说什么？这是我家小姑子心气高，闹脾气呢。红娘子别担心，放心把人送过去就行。好嘞，来起轿。怎么还没到？皇上，顾家到了。哎呦，您慢点儿。可惜他那副好样貌，
最后便宜了张员外那个老猴。不过能换500两，也够我潇洒一阵子了。呸！他一个被休的弃妇，我看今晚被张员外调教之后，还能不能这么嚣张？可惜了，送去前没能让我玩玩。混账！你们刚刚在说谁？你谁啊？放开我相公！来人啊！快来人！说，你们刚刚说的人是谁？说，饶命！是我们顾家的养女，她刚被休回来，我们好心给她寻了门好亲事，刚刚嫁出去。嫁出去？花轿里的是舒月，去张家抢亲。哎呦，你等等老奴！公爹不好了！大喜的日子，你敢咒我？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是一个男人上来就掐相公的脖子，然后怒气冲冲朝着张家去了。怎么回事？男人？难道顾舒月真的在外面嫁人了？现在人找上门来了？不可能，那人穿着普通，看着还比顾舒月还要小上几岁，怎么可能会娶她？一定是他在外面的姘口。爹，不能让他坏了我们的好事啊！相公说的有道理，要是他去张家闹，惹恼了张员外，到手的银子可就飞了。走走走，去张家。我与皇上约定10日之期已过，我没能如约回去，他一定很生气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谁啊？挡着本老爷的路！谁呀？挡着本老爷的路！哪里来的美人？要不要给本员外做第19房姨娘啊？大胆！张员外，我听说这新姨娘以前可是高门夫人，性子高傲得很。你想不想今天晚上更尽兴些？此话怎说？此药丸只需1粒，便可助这新姨娘对您热情似火，欲罢不能。有此等神药，那我可要好好试试。顾舒月，你害云章少了半截舌头，害我颜面尽失。今晚过后，我看你一个贱妻还如何踩在我的头上。娘子久等了，为夫来了。娘子的容貌当真是倾国倾城，娘子别怕，做了为夫的18姨娘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保管你比在京城还要滋润3分。你别过来，我可是当今贵妃。娘子果然是心比天高，还想做贵妃？那今晚老爷我就是皇上。来，皇上老爷，我今晚可要好好宠幸爱妃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当然好东西。难道我真的难逃这一劫？皇上，对不起。呀！谁敢动朕的贵妃？谁敢动朕的贵妃？是谁给你的胆子强娶她？找死！来人，快来人！你真的来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别怕，朕在呢。他居然给你下了药，该死！救我！顾舒月，你干了什么？爹，他是张员外，他没气儿了。什么？爹，出了人命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相公说什么呢？是顾舒月新婚当夜投人，是他们这对奸夫淫妇杀人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顾舒月，你不知廉耻，新婚当日和野男人私通，还将张员外打死了。儿子，去报官，就说顾舒月伙同奸夫杀了张员外，快点，不能让人跑了。我现在就去。
顾书月，谋杀亲夫，死路一条。识相点，主动认罪，别牵扯我们顾家。朕倒要看看，他们想如何处置朕。这位苏天使可是皇上的亲随啊，怎么会突然来我这儿？难道是皇上要升我的官儿？不知苏德福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啊？大人，顾家来人报官，说咱们县的张员外遇害了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把人带上来说清楚！大人，草民前来报案，草民的妹妹新婚夜与人私通，伙同奸捕，将夫君张员外气死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竟有女子如此歹毒！这人怎么有点眼熟？花轿里的是舒月。去张家抢亲！哎呦，你等等，老奴！你是顾家人！天师息怒，此事是下官管辖不严，下官一定严惩这恶毒女子，还有那奸夫，定要让他们碎尸万段，以儆效尤。县令大人为何如此恭敬？难道这是个大人物？大人明鉴，草民是顾家人，但草民和顾家都是无辜的，都是草民的养妹，还有那奸夫，请大人为草民还有死去的张员外做主，严惩奸夫淫妇啊！你大胆！大人息怒。皇上让咱家来找县令调人手，以防万一。这首富家张家未必是皇上娶的张家，咱家还是去看看要紧。立刻带路，咱家要亲自去瞧瞧。是，草民愿意为大人带路。完了，一定是天使大人生气了。这要是办不好，我这县令位置怕是保不住。来人，随本官去张府捉拿奸夫严妇。官府的人为何会来？张员外被新进门的18姨娘和她的奸仆害死了，县令大人带人来抓人了。奸仆？顾书月啊，顾书月，没想到你看不上60岁的老头，居然找了野男人，这一次你必死无疑了。顾书月，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躲在床上不肯出来，等会儿县令大人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躲。他敢骂你，这杀了他。皇上，您的身份不宜暴露，一会儿让臣妾来处理就好了。有朕在，你只管杀人放火，朕兜着。你们居然还笑得出来！公爹，你看顾书月这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大祸临头了，还躲在床上。他不从床上下来更好，一会儿抓奸在床，人赃俱获，县令大人一定会严惩他们。爹，县令大人来了，草民拜见大人。你们说的人在哪儿？大人就在床上。这对奸夫淫妇居然到现在还没下床，好不要脸！这背影，该不会……大胆奸夫淫妇，还不赶紧出来！再不出来，休怪本官直接将你们拖出来，就地处决！大人，您快动手吧！他们杀了张员外，罪该万死。没错，此女大逆不道，从小就勾三搭四，还请大人严惩。来人，将床上的2人抓出来！慢着！是声音。啊，娘娘！舒贵妃在这里，那帘子里的难道是皇上？我的天爷！如今这局面，为了皇家颜面，可不能暴露皇上和贵妃娘娘的身份。顾书月，你杀人，见到大人还不下跪求饶，真是可笑！左一个杀人，右一个通奸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要证据？张员外的尸体在这里，奸夫也在床上，还要证据？你脑子坏了吧？闭嘴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你大胆，当着本官还有苏大人的面敢动手打人！混账东西，还扯上我！我倒觉得事出有因，不妨听听这位娘子怎么说。顾书月，你今天就算说破天都没用，你杀人皆是事实。张员外的死跟你们也脱不了干系。胡说八道！你只是一个养女，跟我们顾家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自己做的事，休想牵扯我们顾家。
杀人是事实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县令大人，民女要告顾家父子与张员外逼婚逼嫁。什么？逼婚？我早已嫁人，此次只不过是回家前来看望养母，他们却将我软禁，绑了我嫁给张员外做18房姨娘。我手上的勒痕就是证据。你放屁！你是被休回顾家，我好心好意给你介绍一门好亲事，你现在还倒打一耙。县令大人可要草民做主啊！好亲事是用500两将我卖给年过60的张员外，是让我做他18房的小妾，是拿我娘的性命威胁我的好亲事。县令大人，那卖我的500两银子，此刻应该还在他怀里，您一查便知。何大人还不赶紧看看！还真有500两。大人，这是张员外给的彩礼，我嫁女儿收点彩礼有何不可？对，就是彩礼，是正当的嫁娶。好一个彩礼，那嫁妆呢？为何我两手空空？顾书月，你一个弃妇，要什么嫁妆？有人能娶你，你就该知足了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不是弃妇，我有夫君。你说的夫君，不会就是他吧？到现在还躲着不敢出来见人，算哪门子男人？我看啊，是你的姘头。你被休弃的事情，整个京城都传遍了，还不到1个月，你就另嫁他人，谁信啊？你该不会是红杏出墙才被休的吧？两位大人，不管我们有没有逼他嫁人，他新婚当夜与人私通，证据确凿。你们看他脖子上还有那个野男人留下的吻痕呢。苏福德在，本官必须要好好表现。按照大庸的律法，与人通奸者当陈塘以警效尤。来人，将这奸夫淫妇抓起来陈塘。来人，将这奸夫淫妇抓起来陈塘。站住！谁敢动我夫君？舒月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总是第一时间想着保护朕。什么夫君？无美苟合就是奸夫。你说他是你的夫君，空口白牙可不行。可有婚书？没有婚书。混账东西！皇上的妃子还需要婚书？不知死活！朕终究是让他受委屈了。等回去，朕要昭告天下，给舒月名正言顺的位子。那便是无美苟合。且你无论因为什么缘由，你都进了张府，那你便是与人通奸。大人英明，还不动手，将顾氏带下去陈塘，还有里面的奸夫，杀害本县张员外，抓起来关入大牢。慢！皇上这是不让咱家出手。大人要抓我，那更应当将顾家父子一并惩治。你通奸杀人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要告顾人虐待发妻，顾文涛不敬生母。胡说八道！贱人，我打死你！住手！你敢打我儿子，我打死你！你！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可以再给你们几巴掌，把你们的臭嘴打干净。这还是咱家认识的温柔娴静的贵妃娘娘吗？皇上的喜好还是如此难以琢磨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敢打我？我是你爹！你方才不是还说我与顾家没有关系吗？怎么现在上赶着要给我当爹了？大人啊，你看看这人，简直大逆不道啊！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大人，这个贱人他信口胡说，还动手打人。您要是再不出手，那我们都要被打死了。我们对婆母素来孝敬，是顾书月狼心狗肺，现在在这里装孝女，天大的冤枉啊！我冤枉你们。好，那顾文涛杀害我的婢女喜儿，草菅人命，总是事实吧？什么？他也杀人了？我的婢女被他无故打死，如此草菅人命的恶徒，请大人先将他治罪。顾文涛可有此事？那不过是个贱婢，他出言羞辱我，我只是想要惩治一番，谁能想到他不经打？喜儿不是顾家的婢女，你有什么资格惩治她？贱婢就是贱婢，奴才就是奴才，就是低人一等。好一个贱婢奴才！看来你们顾家人都很尊卑有别呀。大人谬赞，我顾家向来重规矩，顾书月方才所言都是假的，草民绝没有虐待发妻，反而是他顾书月出嫁7年，从未回过顾家看望，是他不孝不义。对，是我娘当年收养了他，可他7年不管不顾，被休走投无路才回来。好一个倒打一耙颠倒黑白，你们无耻！
他说来说去都是在避重就轻。如今最要紧的是张员外的死，请大人明鉴。大人，草民的500两，愿送给大人，还请大人为草民做主。这顾氏通奸杀人证据确凿，且罪大恶极。本官秉公执法，先处理了这件事，再解决其他的小事，又能赚这一笔，倒也不伤大雅，说不定能名利双收。顾氏，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的家事。如今本官接到保安说是你通奸杀俘，你一没有证据证明床上之人是你真正的夫君，二又无证据证明张员外不是你们弄的。本官依照大庸律法，只能依法处置。好一个依法处置！何县令如此是非不分，就不怕此事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让你丢了乌纱帽吗？顾夫人，你一介妇人还想拿皇上要挟我？本官秉公执法，就算皇上在此，本官也问心无愧。又一个上赶着找死的。苏天使这是又生气了，他一定是嫌我断案太慢了。来人，还不赶紧将这对奸夫淫妇拖出去！你说谁是奸夫？你说谁是奸夫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啥？皇上！皇上，桃源县县令何其聪来了。微臣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别紧张，朕把你喊来是想问你，桃源县有一家姓顾的，你可有印象？好像是有这么一家，家中有1子1女，女儿好像是个养女。她如今是否还在桃源县？不在了。前2个月听闻高嫁到了京城，做了高门夫人。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微臣叩见皇上，皇上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亏你还记得朕，方才听你一口一个奸夫淫妇，你的礼朕可不敢当啊。微臣不敢，微臣不知道是您啊！皇上恕罪。他是皇上，是那个万人之上的皇上。何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小白脸怎么可能是皇上呢？是啊，皇上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小地方？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大胆！皇上金印在场，你们敢质疑皇上的身份？我们又没见过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不知私火。混账东西！难道我会认错皇上？大人，可他明明是奸夫啊！谁是奸夫？你他娘才是奸夫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交出这些个玩意儿，本官要被你们害死了！皇上，微臣知罪，还请皇上饶恕。你有何错？微臣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受人蒙蔽，将您当作奸夫、杀人凶手，微臣罪该万死。可张员外的确是朕杀的，他敢娶朕的淑贵妃，朕只杀他一人，是对张家的恩赐。淑贵妃，淑月是朕亲封的贵妃。怎么会这样？顾淑月，你为何不早说你是贵妃？你是故意看我们出丑？我说过，我已经嫁人。我也说过，我的夫君身份地位不低。是你们不信，从我回到顾家，你们便一口一个弃妇，认定了我是走投无路才回来。最可恶的是，你们还打杀了我的喜儿。喜儿是朕亲自派给贵妃的1等宫女，杀她便是打朕的脸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她只是个贱婢而已。要是知道她是宫女，草民万万不敢啊！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是你哥呀，你快帮我说说话。是啊，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你也姓顾。淑月，你别忘了我们顾家对你的养育之恩。不必求贵妃，今日你们得罪的是朕，朕与你们可没什么恩情。苏福德，将顾家父子依法处置。遵旨。顾家父子强迫淑贵妃嫁人，谋取钱财，罔顾人伦，其心可诛。根据大庸律法，即刻处死。刘氏尖酸刻薄，助纣为虐，
杖责50大板。皇上饶命啊！饶命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来人，拖出去。等一下，他们还不能死。好妹妹，我就知道你最善良了，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小姑子，之前是大嫂对你有误会，以后我们就是妯娌，是姐妹。女儿，你能原谅我们太好了。现在你做了贵妃，我们顾家也都跟着你沾光。我保证以后好好对你，还有你娘，我也会对她好的。谁说我要原谅你们了？皇上，他们这些年来苛待我的养母，在行刑之前，我要他们与我养母断亲。确实应该断亲。不可能！你母亲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我不同意。你现在知道她是你的结发妻子了？她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操持家里的时候，你对她做了什么？她是公爹的妻子，这些都是她应该做的，那你为何不做？你身为儿媳，你为何能穿锦衣绸缎？我娘却只能穿粗布麻衣。你手指纤纤，而我娘却满手伤疤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些都是海棠自己的嫁妆买的。对，都是我自己买的。娘没有，那是因为她自己没有嫁妆。这天底下也没有让儿媳妇贴嫁妆给婆母的吧？我娘当初是没有嫁妆，但我这些年寄回来的银子都是我给我娘的，难道还不够她买一件好衣裳？顾文涛，你能娶到刘海棠用的是我寄回来的银子吧？你们身上穿的也是用我银子买的吧？还有顾家现在的宅子，宅子里的花瓶摆件都是用的我的银子。你们用也就罢了，但你们却如此贪婪自私，连1文钱都没用在我娘身上，你们罪该万死！岂有此理！顾家人竟然如此可恶！完了完了，我差点助纣为虐，皇上定饶不了我。我不仅要你们和我娘断亲，我还要替我娘和你顾人和离。和离？不可能！你娘离了我还能去哪儿？她这辈子爱我爱得要死，绝对都不会离开顾家，离开我。没错，我是我娘唯一的儿子，你杀了我，我娘会恨你一辈子。没错，婆母就一个儿子，你杀了相公，他将来连个抬棺的人都没有，你这是要让他被人戳脊梁骨啊！我不会恨他。娘，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，我不会恨我的女儿，因为她说的才是对的。顾然，我要跟你和离。顾然，我嫁给你20多年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你有把我当你的妻子了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我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？我对你还不够好，这么多年我连个妾都没娶。你看看外面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？那是因为你长得丑，你没钱，你不中用。从我怀了文涛开始，你就流连青楼，你早就不行了，还想纳妾？谁能看得上你这种不中用的废物？我呸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吗？顾然，当年要不是因为孩子还小，我怕被你带歪了，我早就想跟你和离。可没想到啊，你顾家的种就是烂的。我含辛茹苦把顾文涛拉扯大，却是个白眼狼畜生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相公身上也流着你的血，要说坏，那你也有责任。没错，我当然有责任。我若早知今日你们会对舒月做出这般事情，当年他一出生，我就应该将他掐死。娘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你亲生的。我宁可你不是。和离，我沈慈就算死也不进你顾家的祖坟。听到了没有？朕的丈母娘要和离。苏福德，准备和离书和断亲书。是。顾夫人，大人，我姓沈。沈夫人，和离书在此，您看看合不合适？我不识字，我相信舒月还有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顾老爷，签了吧。我不签。我好歹是顾舒月的养父，他这么做就是大逆不道，是大不孝。谁敢说半个不字，杀无赦。你们谁先签，我可以考虑让他免于一死。我签，我签。你，爹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啊！反正你年纪一大把了，早死晚死都要死的。你个混账！
妹妹，你不是说第一个签可以不用死吗？快让我走吧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我说考虑，又没说一定。带下去乱棍打死！你耍我！顾书月，你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！相公，放开我！皇上，顾书月不仅是个生不孩子的弃妃，她还蛇蝎心肠，这样的女人怎么配做贵妃？皇上，你可要看清楚她的真面目啊！她确实不配做贵妃。皇上，她对公爹和相公赶尽杀绝，这样的人怎么配做你的枕边人？您快废了她！不，我的书月不是这样的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信她。娘，你快起来！岳母，淑月确实不适合做贵妃，她当为中宫皇后。皇上，臣妾这是朕的口谕，你不许拒绝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告诉我，我想成为皇后，想成为他的妻子，想在死后与他合葬。臣妾领旨。凭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刘氏3番2次羞辱皇后，拖出去，杖毙！不，皇上饶命！至于你，皇上，何大人虽有过错，但罪不至死。罢了，皇后这么说了，那朕便免你一死，罚你1年俸禄，5年内不得晋升，你可服气？臣服气，服气！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皇上，顾家3人已经处理完毕，您和娘娘该回宫了。确实该回去了。淑月，我跟着你回去会给你丢人的，要不然我还是留在这里吧。子不嫌母丑，况且你现在是朕的岳母，谁敢说你半个字，朕绝不会轻饶。娘，皇上都这么说了，您就安心跟着我去享福吧。我的淑月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夫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废物！你们不告诉我婉莹去哪儿了？要是他们母子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们都陪葬，也等会葬！滚出去！滚回去！婉莹，永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？婉莹，你是嫌弃我吗？你别忘了，我变成这样可都是为了你。云章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我是害喜了。对，孕妇害喜是要吐的。当初淑月怀孕的时候也害喜干呕来着。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，你还提他做什么？好，不提他，再也不提他了。你别生气。我才不生气。顾淑月现在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我跟一个死人才不会计较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夫君，你以后只有我一个妻子，不许再提她。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你，婉莹，我想摸摸咱们的孩子。我累了，想先休息，等以后再摸吧。娘，这里就是女儿住的朝华宫，您这段时间就跟我住，一会儿您自己选想住在哪儿。好，娘不用住得很好，有一张床就够了，不要太浪费了。这哪行？您可是朕的岳母，吃穿用度不能省。苏福德，去安排。是。娘娘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喜儿，你还活着？是皇上派人将奴婢带回来，还请御医照顾。多亏了喜儿给朕报信，否则朕也没这么快得知你有危险。好，喜儿，是我差点连累你丢了性命。娘娘言重了，这都是奴婢应该做的。奴婢命大，以后还准备继续伺候娘娘呢。你们慢慢叙旧，朕还要先去处理公务，晚膳时候再来。恭送皇上。恭送皇上。娘，
我带你看看昭华宫的寝殿。许多年未曾吃过母亲做的饺子，今日女儿有口福了。你喜欢吃，娘就给你包。不过我们在皇宫里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好？皇上要是看到了会生气的。沈夫人，您就放宽心吧，皇上对咱们娘娘可是百依百顺的，包个饺子而已，才不会生气。您快看看，奴婢这饺子包的如何？很好，比舒贵妃娘娘包的好多了。你别看你家娘娘好像什么都会，偏偏做吃的上面一点天赋都没有。我以前就常笑话她，该是个享福的命。娘，您别揭我底啊！你看，果然如此。还有什么底是朕不知道的？参见皇上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你们这是在……皇上，臣妾想吃娘做的饺子了，所以就还请皇上勿怪。一起包饺子倒是新鲜，岳母也教教朕，朕也想学。可以可以，包饺子很简单的，包教包会。是这样吗？好像哪里不太对，甚至还有点丑。挺好的，第一次这样，不错了。娘，您偏心，您刚才可不是这么说我的。哎，这还有跟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饺子啊！岳母，你看是不是很合适？合适合适，才不是，我包的明明就更好些，还给我！你说什么？顾淑月活着回宫了，皇上还要封她为皇后。是的，夫人，10天后就要举行册封大典。为什么我千方百计的做了这么多，最后他还是在我之上？我可是穿越之人，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应该是我的，最好的男人也应该是我的才对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您还怀着孕呢。对，我怀孕了。古代人最重视子嗣了。顾淑月她不能生育，凭什么做皇后？对呀，皇上被顾淑月迷了心智。我现在就去把这件事告诉皇上。娘娘，那个白婉云来了。他们为何会一起来？难道白婉云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淑月，她会不会是来为难你的？娘，您都会未度先知了，她呀，肯定是来为难我的。那怎么办？您别忘了，我现在也不是好惹的。奴婢现在就去。竟然真的回来了！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说喜儿死了？没什么，我看错了。他到底知道些什么？白氏，你见到本宫为何不行礼？给淑贵妃娘娘请安。你什么意思？白氏，你我虽曾经共侍一夫，但如今我是皇上的贵妃，你是臣子之妻，你怎可用妃子的行礼方式？这传出去，岂不是坏了皇家的名声，也坏了穆大人的名声？什么破规矩？宫斗剧不都这么演的？我怎么知道有什么讲究？想来你是不知道君臣礼的。喜儿，告诉他，穆夫人见到贵妃娘娘要行跪拜大礼。妾身，凭什么让我下跪？不是我不想行跪拜礼，而是我怀了身孕，实在是不方便。淑月姐姐，你为何要如此为难臣妇？难道就因为夫君休了你之后将我扶正，所以你就一直怀恨在心吗？上次重阳宫宴，你已经割了夫君半条舌头，还让臣妇跪到宴席结束，你还不够解气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下跪行礼，直到你满意为止，总行了吧？顾淑月，今天你不求着我起来，我就不起。到时候你虐待臣子家眷的消息传出去，我看你还怎么当皇后。好啊，那你就跪到本宫满意为止吧。什么？怎么，是你说要跪到我满意的？不过你我积怨已久，要跪到让本宫满意，
恐怕要把这朝华宫的地跪穿了才行。顾淑月，我还怀着孕呢，出了事你负得了责吗？是你自己提出要跪到本宫满意的。皇上说本宫最是善解人意，那自然是要随了你的心愿，否则你又要到处说本宫刻薄善妒了。本宫可实在是背不了这锅。顾淑月，你就是公报私仇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想害我流产，你根本不配当皇后。白婉莹，我生不出孩子，难道不是拜你所赐？当年你故意推我，害我小产，否则我又怎会伤了身子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有没有你心里清楚。你自己无才无德，还生不出孩子，等皇上知道真相，一定会废了你的。还有，当初要不是你替我入宫，住口！喜儿，找人替我去办件事。去把慕云章喊来。奴婢现在就去。穆大人，方才你夫人的话，你可都听见了？淑月，我大胆，还敢直呼我们娘娘的名讳，看来穆大人剩下的半条舌头也不想要了。慕云章，从前我被白婉莹挑衅羞辱，你无动于衷。如今本宫身为贵妃，她还出言不逊，可没法轻轻接过了。既然今日你也来了，不如新账旧账一起算了。你想怎么样？白婉莹心思歹毒，害我流产不孕，杖100；辱我名节，杖100；还羞辱皇上，杖责200，加起来就杖责500吧。500？顾淑月，500杖，你怎么不说打死我呢？云章，你看到了吧？他要杀人灭口，你快去找皇上杀了这个贱人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对贵妃不敬！贱人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我的肚子好疼，哎呦，夫君，我们的孩子好像保不住了。婉莹，孩子，来人，赐药。是。这是什么药？当然是堕胎药啊！这是什么药？当然是堕胎药啊！孩子保不住了，可得赶紧落胎，否则拖得久了是要一尸两命的。这是贵妃对夫人的体恤，快喝下吧。不，我不喝，我肚子不痛了。那就拖下去打500大板。顾淑月，本宫的耐心有限，受罚还是喝药，你自己选。或者你也可以让你夫君替你受罚，就像上次那样。夫君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夫君，他这是在报复我们，这样我不能喝啊！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过于宠溺，才让你口无遮拦，毫无顾忌。这才是真正的两不相欠。穆夫人，我不管你是何种身份，来自于哪个时代，你既然已在穆家为妻，就要好好遵守规矩，谨言慎行。今日只是小惩大戒，再有下次，就不是一条舌头一个孩子能抵过的。喜儿，把人送出去，别脏了朝华宫的地儿。顾淑月。穆云章，你怎么就这么废物？他杀的是你的亲骨肉啊！你能忍下，我可忍不下。我要让他们都死！我要让他们都给你赔葬！他当初不过就是顶替了我的名头，所以才得皇上青睐，才能封为贵妃。如今有了这泼天富贵，又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反而向我们发难。我之前怎么没有看出来，顾淑月会是个毒妇？
夫君回来了，快来尝尝小厨房新做的菜，还热着呢。夫君，你回来了，今天孩子会踢我了。舒月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夫君，你说我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叫什么名字好啊？舒月，舒月，你在哪儿？舒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毁了这个家，辜负了你，都是我的错。舒月，皇上，臣妾要告发顾书月欺君之罪。皇上，那日进宫回话的人本应是臣妾，是他想要接近皇上，强行用主母名号代替臣妾进宫。是吗？皇上，臣妾冒死进言，就是不想再让您受人蒙蔽。顾书月处心积虑接近你，根本就不怀好意，请皇上明察。是吗？穆夫人，看来那日的汤药没有教会你谨言慎行啊。皇上，对，他还杀了臣妾腹中孩子，此人心思恶毒，万万不可留在宫里兴风作浪啊！还有，他多年前身体伤到了肌理，已经不能生育了，这样的人怎么能身居后位？顾书月嫁到穆家7年无所出，善妒成性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当众说出大逆不道的话，惹恼了皇上。穆家这才一纸休书把人休了。是你就是那天来顾家说我女儿被休的人，是你撺掇顾人父子将书月许给张员外做妾。你个杀千刀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女儿？你放开我！你个疯婆子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会认错的，就是你。原来是你。不是我，是他污蔑。皇上，您不要被这对母女蛊惑了。白婉莹，我对你处处忍让，可你却得寸进尺。穆家你是不必再回去了，今后留在慎刑司受罚吧。顾书月，贱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皇上，你万万不可被此人迷惑，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。来人，穆家主母擅闯皇宫，意图行刺朕，拖下去，挖掉眼睛，砍断四肢，关入慎刑司。穆云章治家不严，无德无能，革职查办。穆家抄家。是。来人。舒月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一切都过去了，臣妾很满意现在的生活。当年那只打碎了，朕让工匠又打了一只，跟之前那只一模一样。臣妾还记得，当年皇上说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可以拿着白瓷玉兔去宫里找您。7年前，你救下重伤的朕，朕送你白瓷玉兔，其实是想着等朕坐稳皇位就来娶你，没想到已经早早嫁人，叫朕伤心了整整7年。臣妾救您时，您才14岁，可臣妾已经17了。况且您身份如此尊贵，臣妾岂敢肖想？朕没怪你，朕只怪自己晚生了几年。好在朕很快就要如愿娶到你了。听说皇后娘娘是2嫁给皇上的，这也太厉害了，简直是咱们女人的骄傲啊！听说皇后娘娘曾经救过少年的皇上，皇上还送了皇后娘娘一个白瓷玉兔作为信物。本来这信物是用来报恩的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倒成了定情信物了。白瓷玉兔，这是一位贵人所赠，或许在未来能保穆家还有你我一命。那夫人可要好好收起来。原来就是这样。皇上和皇后娘娘来了！臭乞丐滚远点儿，别挡着我看咱们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今日封后，新甚悦，免去大庸百姓半年赋税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曾经他对我也是笑得如此开心，是我瞎了眼，宠妾灭妻，亲手将这么好的妻子推了出去。舒月，舒月，我错了，舒月不要丢下我，我错了，舒月不要丢下我，舒月，舒月。穆云章让我替白婉莹入宫请罪那天，我就知道那不是即将到来的问罪，而是一场故人重逢。白婉莹以为是我顶替的她，殊不知，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那个人是我。可这一切，他们再也没机会知道了。
娘，我今年的饺子包的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娘娘，三皇子和五公主打起来了，皇上也管不住了，娘娘快去看看吧。母后，舒月，快来，外面下雪了。去吧。来啦！5年来，皇上为我遣散后宫，并从宗室过成了一儿一女养在我膝下。我这一生从未如此圆满。